这一周不只是市场波动的一周，而是一场全球资金重新洗牌的战役。从纽约到吉隆坡，你能明显感受到资金流向的风向开始改变。美联储、欧洲央行、日本央行3大央行齐登场，5大科技巨头财报轰炸，中美与马来西亚的高层谈判同时进行。听起来像是新闻，但其实这是一场决定未来半年行情方向的资金战争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战争的胜负会如何影响马来西亚股市的走向。我们先从最底层的逻辑说起，利率这一周美联储的决定备受关注。市场普遍预测鲍威尔将降息25个基点，听起来只是一个数字，但对资金流向来说，它像是一个开闸信号。降息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现金开始不香了，意味着钱要离开避险资产，重新流向风险与成长市场。但重点不在数字，而在措辞。如果鲍威尔的讲话中依然强调通胀未稳、就业强劲，市场会立刻冷却，因为那代表降息只是象征性的。与此同时，欧洲央行可能继续按兵不动，这说明全球利率周期虽然都在往下走，但节奏开始分化。这种不同步往往会带来资本迁徙，资金会从节奏慢的市场流向节奏快的市场，而对我们来说，这种资金重新配置就是投资机会开始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看全球市场的晴雨表，美股本周5大科技巨头将轮番公布财报。II 的热潮还在延续，但市场现在看重的已经不再是增长故事，而是利润兑现。过去1年 II 成了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题材，但现在投资者要看的是这些巨头到底能不能赚真金白银，尤其是英伟达，部分空头机构甚至将目标价下调到100美元。这其实是一个警示信号 ，AI 泡沫可能正在经历第一次现实检验。如果财报亮眼，美股有机会再创新高；但如果不如预期，那不仅会引发美国市场的震荡，也可能连锁影响到包括马股在内的所有新兴市场。毕竟资金是流动的，它永远会去寻找下一个更高的收益区。当外资开始重新评估亚洲市场，马来西亚的名字正在被频繁提起。虽然 KLCI 近期波动不大，但从数据上看，外资的净流入正在缓慢增加。为什么？因为东南亚，尤其是马来西亚，具备了低估值加稳增长加出口导向3大优势。马来西亚在全球电子代工与制造链中地位独特，再加上政府与中美双方都保持稳定沟通，当供应链重构加速时，外资自然会把这里当成新的安全中转区。简单来说，马股现在不是最热的地方，但可能是最稳的地方。对马股投资者而言，我们可以从3条主线理解接下来的布局逻辑。第一条，科技与电子链。如果美股科技财报表现亮眼 ，AI 与半导体热潮将外溢到亚洲供应链，包括马来西亚的电子代工、芯片制造相关企业。第二条，金融与银行业。降息一旦进入周期，贷款需求将增加，银行资产质量也会改善。对整个金融体系而言，这是一次喘息机会。第三条，出口与制造业链。中美谈判若有积极信号，马来西亚在稀土、机械设备、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的订单量都可能显著提升，这些领域也将成为结构性机会的主战场。市场的变化从来不是黑与白的选择，而是资金在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博弈。当全球降息周期启动，资金的方向就等于行情的方向。有时真正的机会不是在市场热的时候进场，而是在别人犹豫、新闻还没爆的时候提前卡位。现在的马股可能正处在这种资金拐点的初期阶段，所以问题来了，你觉得这一轮资金回流，马股会成为真正的受益者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接下来会持续追踪科技、金融、制造3大板块的走势，帮你看清下一站钱会流向哪里。